欢迎两位哈。这谈了多久啊？谈了有2年了，快2年了。同学吗？对。谁追的谁？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个班呢，然后就2个人就玩的也挺好的嘛。然后暧昧一段时间就在一起了。这不才2年吗？就不知道他想什么了。主要是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我有点就掌握不好。情绪掌握不好是什么意思？就有的时候可能我就说一句话，他那边突然就火了呀，怎么样的，然后性子还特别急。怎么了？看不上他了？没有，就是我们2个暧昧，还有他追我的时候，感觉他就是挺细心，还有挺用心的。然后越往后面在一起时间越久，我就觉得他有点放飞自我了，就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幼稚，而且很浮躁。这个我怎么理解幼稚和浮躁这2个词呢？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吧，他就给我转了那个13、14嘛，我当时觉得挺开心的，毕竟都是大学生嘛，身上有点钱，愿意转给我，然后让我发个朋友圈，我当时就发了，然后发完之后他说这钱是借的，让我给他退回去，然后还说给我留52块钱，让我过年讨个好彩头，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把那钱全给他转回去了。咋想的？那过年我就觉得那大家那朋友圈啥的，那发的那就也没有那么少的吧，我也是顾及他的面子呀，对吧？那你看，比如说他一发个朋友圈，男朋友就给我发52，那大家看着了，那不也看不上他，也看不起我吗？这都有什么看不上看不起的呢？心意到了就好嘛。那我就问你了，他要发52直接发，你会晒吗？但我当时我是这么和他说的，你这是我是这么和他说的啊，我说你别看我现在那个，我这还在上学，我也没工作，我现在才给你发52，那等我以后工作赚钱了，我说的不是我给你转520、5200都行吗？你就总是这样说，他每次跟我说他要出去兼职啊什么的，然后兼职了好多次，然后没有一次都成功的，就是坚持了几天，然后就不干了。然后又给我说啊，等我这个工资下来了，我给你买这个；等我那个工资下来了，我带你出去玩啊什么，就总是说这种话，然后给我画饼。这就是他在小片里说的画大饼啊。对。一般你们争吵之后，一般怎么解决这些冲突呢？他一般就不理我。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极端。就我们每次吵架，他只要情绪一上头，他就跟个小孩一样，然后在那儿又打自己，又捶墙，然后一会儿又走了，我也找不到人。这就是我发泄这个情绪的办法呀！我把这个情绪我发泄到我自己身上了，那我对你的剩下的不就都是好情绪吗？那你那是为我好吗？我觉得他就是拿准了，只要他这样做，我就一定会原谅他。这是你的软肋是吧？对。今年大几了？大4了。这要毕业了，有没有考虑过做些什么呀？肯定考虑过的嘛，就之前说他想挣钱嘛也，然后出去兼职，去那个快餐店兼职了2天，嫌累，然后就回去打游戏去了。在快餐店说打工，就一天那几个小时还一直站着，然后也挺累的，之后还赚不了多少个钱，他也没有什么前景啊。然后打游戏，那我不也不光是打游戏吗？我不是和我朋友，我们就说弄个直播啥的，那到时候关注量上去了，那到时候赚钱也很容易啊，一个月9万块钱，也播了。关注量上去了吗？不太理想不该问不该问。就播了2天，那关注量能上去吗？那为啥播了2天就不播了呢？我们就设计的那些东西，就发现大家好像也不是太吃那一套，然后就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嘛，但是就感觉这个收获就不太成正比然后就也没弄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规划吗？我寻思他如果就是不想干游戏主播了，他平常也挺爱唱歌的，那我就给他介绍一个那种就是唱歌直播的那种兼职嘛，就虽然挣的不多，但起码有份收入嘛。然后又是干了2天就不想干了，我一看他手机那个工作群里面那种几十秒那种语音，后面全是小红点，就一条都没听过。就对这个工作根本就不上心。那次他说的那个就语音不听啥的，那次是那个领导在群里也不知道和谁就发火了，就一直在那说的，那也都不爱听啊。那你看他在那发火发那么长语音，我听了之后我是不是我心里就不高兴了？所以我才不听他的呀。而且我这直播我坚持的比以前那些工作时间更长吗？就2天就叫更长是吗？他太夸张了呀！我那个干了也快1个月了。那到底想干嘛呀？
他跟我说以后想当老师，我说好事儿啊。我说起码你得先考个那种就教师资格证吧。这必须啊。结果都大4了，连那个教资的报名网站在哪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它挺好考的呀，就没有必要就是太着急嘛，因为就也想着就大学也享受生活嘛，而且就算这个最后我考不下来，我也可以回到我老家那边啊。我在老家那边我有朋友有人脉，然后我很多朋友都是学那个什么艺术类的呀，各大院校都有。我们回来就开一个那种艺术类的补习班，特别像我们老家呢东北那边，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往外走，那我们回去啊。我们回去之后就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得上了，我们肯定就行业的领头了呀。这办法也是行的呀。我觉得是，您是一规划之王啊，对，专门做规划的，所以你会觉得他飘了是吧？对啊，而且又没有启动资金，又不能保证他的朋友都愿意和他一起回东北，而且他好像觉得就我只要回东北，我的一切事情都能够干成功。就我家那边，我毕竟是比我俩现在就是待的那个地方更熟悉一点嘛，而且家里人还都在待在哪儿？我俩现在在成都。成都网红之都啊，现在是吧？对，你要干直播，离开了成都，东北好像还真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吧？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回到家之后吧，我在那很熟悉，而且也是为了我俩以后着想啊。了解了。就职业上面现在来说，基本没有规划，是这意思吧？规划了，回东北干教培。对，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规划吗？我每次就和他谈我俩以后的事儿的话，他就都是特别敷衍的那种态度。好，你先说你怎么想吧。就我想的是奋斗个几年，就两个人在一起，那就结婚也是个结果，对吧？然后每次一和他说这些事情，他就就那种态度特别敷衍，然后他也不和他家里说我们的事儿。那我怎么和家里说呀？那我也跟我父母画饼呗，说我俩一会儿今天留成都，一会儿回东北，今天干这，明天干那，我这么跟我父母说，他们能放心吗？而且不是你先答应我的，说咱俩毕业之后一起留在成都吗？现在你又变卦。你看他就总是这样，觉得我说的啥都是不对的，他就是看不上我呀。不是，道理咱毕业以后先说去哪儿。我是想回家那边。你呢？我留成都啊。还聊啥呀？这不是今天还来聊什么呀？但是反正还想再争取一下，就那不是你先答应我的，说好的咱俩一起留在成都，是你先变卦的呀。那我这不规划到那儿了吗？你觉得你们俩的矛盾核心在哪儿？我觉得就出现在他每次就是把他的成功都用他的嘴说出来，他所有的规划都用嘴说出来，但我看不到他付出的任何努力，还有时间，就天天就在给我画饼。所以你们俩现在这个恋爱谈的是不是不开心的时候更多呀？开心的时候也有吧，但可能就都用了也有了，没像就不像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甜蜜了啊。所以这个关系给你们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彼此消耗，我这么理解行吗？女生说男生说了很多，其实最终落到一点就是没有稳定了，对吧？对，什么都在变化当中。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就是他的性子呀什么的就很强势，就总想着啥事都想控制着我，然后就还很急。他控制你什么事儿了？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去看个电影啊啥的，他的那种就是道德感啥就特别高。你说就正常两个人，你说情侣看电影，那电影精彩了，就悄悄的我趴在耳边跟他交流一下，就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那种，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然后他的态度就是瞪着我，然后让我小点声别说话那种。然后不光在电影院，在那个地铁、公交上，只要我声音跟他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他都很不耐烦。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让你小声点很正常吧？你觉得你说话声音很小，我觉得声音很大呀，我就提醒你一下，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声音没那么大，就是他觉得很大。细节上已经开始看不上了啊，这叫挑嘛啊。然后还有呢？有一次我们就是赶飞机嘛，赶飞机。对，你看下午2点多的飞机，提前2个小时，12点到，就刚刚好嘛。那他的性子就是啥事都要很提前的去做，然后早上6、7点钟就抓着我一起往机场赶，然后最后在机场白在那坐了5、6个小时。你能不能不要把那些前提条件给省略掉啊？是他先把他的身份证，就正重要的东西给丢了。然后我想着我们学校离那个机场又远，补办临时身份证明，万一要排队又误机了怎么办？
再说那身份证最后不是很顺利办下来了，就让你在机场多等了几个小时，你就意见这么大？那再早他也不用提前那么久吧？本来你看坐飞机他就挺累的，到家都得有2个小时，然后还起那么早，起个大早人还没有精神。那我这是不是也是为了你想让你就是能轻松一点？哎呀，我都无语了呀！哎，2个人在那儿等，不是应该挺开心的事儿吗？一起怎么会觉得不快乐呢？而且身份证丢了去了，办得又顺利，对吧？时间省下来了，那2个人腻咕在一起多好啊！就是起得太早，就整个人就没精神嘛。所以我想问，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为什么不提出你的主张和建议呢？比如说，这件事儿，我觉得10点钟我们出发都来得及，你为什么不提呢？比如说我们2个沟通，他一般是什么情况呢？就他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而且他已经很肯定这个答案之后再以这种态度来问我，你看我再给你一个跟你不一样的答案，最后他还要生气，最后还是哄他，所以你就忍，然后就爆发，是这意思吗？算是吧。好多年轻的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这样哈，听你的，忍到最后就开始争执。女生是这样吗？就是你一般都是想好了通知他，而不是没有啊，我也觉得我其他事情我都跟你商量了呀。就去机场这种事情，我觉得咱俩想的应该都是一样的答案，我才跟你去说咱们早点去啊。而且着急的不是你吗？又不是我身份证丢了。那就不说这个事儿，就说你这是没说完又不说了，行，不说就不说，说啥事儿？那就是说他和他朋友出去玩吧。那正常来说，那周六周天是不是应该小情侣俩人出去吃个饭，逛一逛啊？然后他可倒好，一到周六周天晚上，跟他朋友出去喝酒去了。不是喝也就喝吧，吃饭也就吃饭吧，我也没说不让你去是吧？你倒是早点回来呀。他们直接玩到晚上4、5点钟才回来，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晾在外边。那叫凌晨4、5点。啊，对，凌晨4、5点钟啊。我没有回去那么晚，好不好？而且我觉得，我和我朋友都半年多，快1年没见了。我们2个在学校又不是见不着，天天见，那我就那1周。而且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也同意了，他又给我秋后算账。哎，我想好奇的问一句啊，不就那么一回吗？但反正那次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我就挺委屈的呀，因为我觉得他就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关心了。所以今天你们俩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呀？女生先说。留在成都。第一个前提要继续得留成都是吧？留下来之后还有其他的条件吗？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努力的在找实习工作呀，然后把教资考下来。还有其他的吗？然后我希望他也跟我就是说一些未来我和他留在成都的规划。你自己规划不就行了吗？你要留成都的。因为我的规划是我们2个一起留在成都，然后我们毕业几年我们就留在成都安家了，在那里安安稳稳的，我觉得挺好的。对呀，你不都规划过了吗？留在成都，他考个教资去当老师吗？你呢？我是想就是留在成都，然后做一些幕后工作，因为我们学的都是艺术类的专业嘛。幕后工作指的是什么呢？经纪人方面的。大规划啊，来，你说说吧。就是，你这会儿就别支支吾吾的啦。就像我说的那些规划，你要是觉得不同意的话，那咱们2个再商量，就再我改一改，也行嘛。不是，别商量了，教资能考得下来吗？能，回去就考。你愿意当老师吗？我还挺愿意的。喜欢哈。成都留吗？可以，我考虑吧。到底留还是不留啊？留。这答案是你要的吗？姑娘乐了，为什么乐？你告诉她。我觉得他犹豫的感觉像我在逼他一样。他的点居然是他犹豫的感觉像我在逼他，你知道我的点是哪儿吗？这不是完了吗？等于其实他还是没想法吗？他现在对于未来就是迷茫的吗？你说实话，是还是不是？对。你发自内心的想干什么？在哪儿干？我就还没有太仔细的想过这些事情。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未来成家呀、职业呀，压根儿都没有认真的做过规划，对吧？对。走一步看一步，是吧？就想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就也不用着急啊。这样的男朋友还要吗？还要吗？你慢慢想着。
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很明显就是步调不一致的爱情嘛。在大学时期谈恋爱，确实在毕业季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在人生规划这件事儿上互不干涉、互不强迫。就是在女孩的心中觉得，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要为我做出牺牲，留在成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爱你要把自己的人生都赌上呢？就是这样的爱给你，你能承受得起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能力说去改变我们爱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做好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以后要留在成都，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去干你的事儿就行。但你不能强迫他，你也不能以不爱之名给他扣上一个你不留在成都就是不爱我这样的一个帽子，对他不公平。那对男生而言就是什么？他现在走的比你快太多了，你想追上他的步伐，你必须要成长啊。你现在觉得他瞧不起你，他就是瞧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瞧不起我，我不去想我自己怎么样，我去怪那个你为什么瞧不起我。那你如果要怪他你为什么瞧不起我，那你就去找一个瞧得起你的人。在还有爱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好好的相爱是最重要的。但凡在这段爱情当中，我已经发现有一个人走得比我快，甚至他不愿意等我，还瞧不起我的时候，要么奋起直追，要么转身就走，没有必要相互指责。但是于你个人而言，于你个人的人生而言，我觉得你此时此刻真的不能再用这种摆烂的心态去面对了，因为你现在不规划，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和人生。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赶快长大吧。如果说为了你留在成都，他将来事业发展的好，那当然都好。如果将来他事业发展有坎坷，你觉得他应该怪谁？当初我想回东北的，我还不是为了你留在成都的吗？那你觉得他事业有坎坷的话，他应该怪谁？怪我吧。你看，他的事业有坎坷也要怪你，这事儿就有意思了。你觉得你如果留在成都一切都好，那最好。如果留在成都事业有坎坷，你怪谁？怪他。他说怪你，你担这份责任吗？他要为了你留在成都，他就得事业一帆风顺啊，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受不了吧？我建议啊，你要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就做，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负责任。你不要说我为了你留在成都发展不顺怪你，你不要这样，他担不起。我建议你不要担这样的责任，你也担不起，这本不是你的责任。你是个成年人了，至少在身份证上是。决定是否走下去自己决定，决定是留在成都还是回东北自己决定，自己负责，不赖别人，好吗？好。分了吧，姑娘，何必强求呢？你明明知道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没有规划的，他对他未来也是没有规划的，他现在只想要及时享乐，他并不想未来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结果，这跟你的人生方向完全不一样，你还强求什么呢？就像刚刚雷老师在问的一样，他很快说一句话，你负责任，也就是他现在非常明确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养着我，如果你愿意对我没有要求，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美好的那种享乐的生活。你可以有好的回忆，但是好的回忆有一个前提，要建立在你未来的人生蓝图的基础上，你得挖地基了，你不能光吃喝玩乐，父母在吃喝玩乐他了，你还想当孩子呢？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一直养着他，说亲爱的男朋友，我也不需要你成长，你天天开心就开心吧，天天玩就玩吧，我出去干我的工作，我出去成长我的也可以，你们可以依然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而且的确现在有好多人的恋爱生活就是这么过的，无论男女，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只吃喝玩乐，另外一个人就是踏实工作，但是他们的结局没有一个是美好的。所以姑娘想清楚，既然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个人的人生只应该由自己来负责任，他既然不想负责，你也强求不来。
当然，对于男生来讲，你考虑清楚一下，回东北真的如你所想的有资源吗？不要想1个月就能做好短视频，这里边哪个老师做短视频，这一天直播6小时，累死了！一天到现在这么大的大咖，一天6小时，你能做得了吗？你行吗？你光做2天你就想得到很大的财富，怎么可能？所以记好了，如果你的人生你们自己不能好好选择的话，你不如就躺平了，让自己颓废着。一天直播6小时要录7小时，你娱乐主播干了1个月，挣了多少钱？挣了4000块钱。哎，是不是觉得好艰难啊？好烦啊，是不是？对。哎，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就分手？你知道他们分在什么地方？是因为要分开两地吗？是因为工作方向吗？是因为家里有钱没钱吗？都不是，是因为分在价值观上面。你们俩现在啊，毛病就出在价值观上面。你是一个典型的躺平派，你是一个典型的奋斗派。很多人说躺平是一种选择，我在想躺平到底在选择什么呢？你知道你在选择什么？你在选择不面对挫败感。他所有一切的问题都是在面对挫败感之后无力面对，所以选择了放弃。所以他一步一步在放弃，一步步所有的事情只要挫败感一来临马上就放弃。4000块钱一天2小时，你就底薪吗？这4000块钱底薪已经给很高了，说明你别的钱1分钱没挣嘛。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孩子中学大学一路读过来，可能成绩也不差，可能能力也有，我相信你可能在你的专业里面你可能还有一点能力，但是真正面临和自己心中想的那个结果不一样的时候，面临那个失败的时候，面临不如人意的时候，你怎么去面临它？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所有你将来要面对的一切必须要如你愿的话，除了啃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因为只有你爹妈可以一如既往的如你愿，你爹妈最多说你2句没了，其他人都有可能拒绝你，其他人都有可能让你得到一个不好的结局。你女朋友选择什么？你女朋友选择奋斗啊。奋斗是什么？奋斗就是面对失败啊，我就一步一步失败的往前走呗。留在成都不容易，不容易怎么了？做人都不容易，但你要选择容易嘛。所以你们是感情的问题吗？不是感情的问题。我跟你讲，承诺分3种。第一种承诺是什么？叫虚荣，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演给别人看，这就是你给他的13、14。第二种承诺叫软弱，就是我说了之后我去做，做了一下我做不成，我就放弃了。第3种承诺才叫踏实，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有可能把它做到。我没有什么感情的建议给你，我只想给你提一个建议，你能不能先做到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到了再去对他说，可能你的可信度会高很多。就这样。我真觉得你不是恋爱的问题，就前几年特别流行说这人穷的呀只剩下钱了，能理解这句话吗？现在我看你们懒得就只会谈这种恋爱了。如果说过去有，那是父母提供给你的，未来你都没有。今天这女孩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未来你拿什么支撑你的生活。唯一的问题是，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点，我也老想不通这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的人特别喜欢承担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反而是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从不承担。是因为承担那种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是有道义感和道德感的吗？是高尚的吗？比如说你现在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是你的职业规划和你生活的好，你怎么承担起别人的人生和未来了？你凭什么承担呀？我在疑问，我说这真的是爱情吗？我是觉得这个恋爱就别谈了吧，一起进入真情60年。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话，就我听进去挺多的。我以后我也会让自己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一些问题，我会一点一点慢慢改吧，因为我也不说一下子就能把我所有问题都改掉，但我想做出一些跟现在不一样的改变。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吧，如果我能就是看到你有付出行动的话，我也不会说你这么多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好像就是不在一条规划里面，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莎娜老师预测一下结局。我觉得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出来了。双出，那我只能说女出男不出了。不是你这属于胡搅蛮缠，你知道吧？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这姑娘，我特别担心你这种状态回了东北，最后就一头倒在了父母的怀里。可以去回东北，去哪儿并不重要，但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呀。还有什么话跟姑娘说吗？就是希望她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和她三观更相符的另一半吧。哎呀，你是真软弱呀！你真不是你血性啊！你还喜欢他吗？喜欢。对呀，你喜欢他，你说那我就去追他呗。我即使回东北，我干个样子我也得追他呀。这怎么就轻易就放了呢？哎呀，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确实对我就是挺失望的。你管别人对你失望不失望，你自己好好做呀。我真是哎，加油好吗？谢谢你，请回。